你知道嗎？現在全球貿易的遊戲規則正在經歷一場天翻地覆的改變，而且這一次改寫規則的不是哪個強國的政治角力，而是氣候變遷。等一下，又是氣候這個詞。說真的，每次我聽到什麼永續綠色，都覺得那比較像是企業拿來做公關的口號。真的會影響到公司的核心營運嗎？哈哈，你這個想法可能幾年前還說得通，但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今天一個綠色的供應鏈已經不是什麼加分項，而是你進入全球市場的入場券。沒有這張票，你連上場玩的資格都沒有。好，那我們就從最直接、最有感的衝擊開始看吧，也就是來自極端氣候的物理威脅。這可不是什麼未來預言哦，是現在進行式。這真的太極端了。你看，不是缺水缺到貨船直接卡在河道上，就是大水淹進工廠，讓產線整個泡湯。這種一下大旱一下洪水的狀況，供應鏈要怎麼規劃啊？沒錯，你說對了，這種劇烈的波動就是現在物流業的新常態。以前那些我們以為很可靠的航道、很穩定的生產基地，現在都變成一個個巨大的問號。OK， 那這對企業在全球設廠的策略會有什麼具體的影響？影響可大了，而且是根本性的。你想想，以前公司找設廠地點，可能優先考慮的是勞力便不便宜。但現在你必須做更複雜的氣候風險評估，不然萬一你的主要生產基地跟備援基地剛好都在同一個颱風路徑或洪水好發區，那不就等於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氣候風險的籃子裡了嗎？我懂了，所以大自然的力量是第一道關卡。但除了這些天災，應該還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吧？當然有，而且這一部分其實更複雜。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由經濟跟法律交織而成的一座新迷宮。我們現在就一起走進去看看。碳邊境調整機制，哇 ，CBAM， 這名字聽起來就很硬，感覺都是專業術語。你可以用一個生活化一點的比喻來解釋嗎？不然真的好難懂。當然可以，你就把它想象成是產品的碳護照。當你的貨物要進到歐盟的時候，海關官員不只看你的報關文件，還要檢查這批貨的碳護照。如果護照上蓋的碳足跡印章太多，代表它在生產過程中很不環保，那抱歉，你就得額外付一筆費用才能進場。而且這還不只是錢的問題哦。現在像德國的供應鏈法這類新法規，把企業的法律責任延伸到整個價值鏈。等一下。整個價值鏈，你的意思是？對，我的意思就是，就算是你供應商的供應商，可能是你根本沒聽過的第3、第4級工廠，如果他們有虐待勞工或污染環境的行為，你遠在天邊的總公司都可能會因此被罰一大筆錢。換句話說，責任是外包不掉的。我還是有一個疑問，理論聽起來都對。但回到現實世界，商場如戰場，一間公司為了生存，為了維持競爭力，最後不還是會選報價最低的那個供應商嗎？成本永遠是第一考量，不是嗎？你問到最關鍵的核心了，這就是整個思維模式需要轉變的地方。我們直接看這個例子，供應商 A。單價100塊，看起來最便宜，對吧？但因為它工廠用的是高污染的燃煤發電，貨到了歐盟會被課20塊的碳關稅，所以總成本其實是120塊。那供應商 B 呢？我懂了。供應商 B 雖然報價比較貴，但它用的是乾淨的風電，所以碳稅是0。這樣算下來，它的真實總成本110塊，反而更便宜。沒錯，所以那個賬面上的最低價已經不再是真正的最低成本了。所以現在聰明的公司都在趕快找那些用綠電的供應商合作，對嗎？不止這樣，最頂尖的公司想得更遠。他們不只是單純換掉不合格的供應商，而是積極的去改造他們。比方說，直接出錢或提供技術，幫常年合作的夥伴裝太陽能板、升級節能設備。他們在建立的是一種更緊密的低碳盟友，這是一種全新的策略夥伴關係。
好，那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常常聽到，為了去風險化，公司應該要分散供應商，不要把雞蛋都放同一個籃子裡。可是，供應商越分散，運輸路線不就越多越複雜嗎？這樣產生的碳排放不是也跟着變多？聽起來，供應鏈韌性和環境永續這兩個目標好像是互相衝突的耶。你提出的這個矛盾真的非常精彩，而且剛好點出了最終的解決方案。沒錯，表面上看這兩個目標是衝突的，但其實它們可以完美結盟。關鍵就在於區域化。當你把供應鏈從非常遙遠的國家搬到鄰近的地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近岸外包，你看運輸距離縮短了，地緣政治的風險降低了，同時長途運輸的碳排放也大幅減少。這根本不是2選1的取捨，而是雙贏。所以總結來說，過去我們一直以為的那些環保開銷，在新的遊戲規則下，其實已經轉化成一種投資，是未來競爭力的一部分。完全正確，結論非常清楚。未來誰能率先打造出透明、低碳又符合法規的供應鏈，誰就能掌握這個新時代的主導權。這再也不是財務報表上的一筆開銷，而是你最核心的競爭優勢。那麼最後，我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思考一下：在這個全新的氣候經濟時代，對你的企業來說，最大的風險究竟是採取行動的成本，還是不採取行動的代價呢？